末日后，全球水源枯竭，我却用金贵的矿泉水煮着泡面。前世推我入洪水的前男友和小三，却在门外哭着求我赏口汤喝。刚重生回来，我被渣男提分手。你看看你，整天买打折货吃泡面，跟如烟怎么比？不觉得丢人吗？分手。毛不凡搂着对门的女主播，对我一脸嫌弃。上辈子我哭着挽留，为他改变，甚至把父母留下的房子都加上他的名字，换来的却是末日时他们占我房子，吃我食物，最后亲手把我推进洪水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分就分，祝你们锁死。要是我吞。毛不凡嘴巴张着，彻底愣住。柳如烟拉着他胳膊，假惺惺地说：“小叶姐，你别冲动。”我指着门口让他们滚，再不滚我就报警。毛不凡猛地站起：“小叶，你疯了！我们3年感情，我只是想试探你是不是真的爱我，你就这么绝情？3年免费保姆确实不好再找了。”我冷笑：“可惜3年了，以这碗软饭，我不想再煮了。”他们狼狈离开时，毛不凡还在放狠话：“小叶，你这个只会吃垃圾食品的女人，我才不稀罕。”我靠在门框上，前所未有的轻松。垃圾食品，等末日来了，你们连垃圾都吃不到。我叫叶不黑，父母车祸落水离世后，我养成了疯狂囤积物资的习惯。医生诊断为缺乏安全感，不伤人，只伤我的钱包。不过我这囤货的癖好却成了对门主播柳如烟的笑料。我本以为自己不在意，直到男友毛不凡送我回家，在电梯里撞见下楼扔垃圾的柳如烟，只那一眼，他就丢了魂，忘记我们的过去，最终以我爱吃泡面为由提出分手。但我没时间伤心，因为我知道一场淹没一切的暴雨就要来了。末日倒计时30天，我现在的房子地段是黄金，楼层却是致命伤，根本顶不住那连下3个月的暴雨，所以我必须立刻寻找新的堡垒。我即刻联系中介王哥，要求将房子、车子以低于市价2成的价格变现，1周内全款。中介吓了一跳：“叶小姐，现在出手太亏了，1周也来不及啊。”中介费翻倍。来得及，3天给你搞定。这仅仅是开始。挂了电话，我打开所有借贷软件，信用卡、草杯、开心杯，额度全部给我套现。至于以前送给毛不凡那些所谓的爱情见证，高达手办、名牌手表、高级男包，统统挂上2手平台，标题就叫前男友遗产，含泪甩卖，真假自辩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快速出手，毕竟末日之前，钱就是命。紧接着第2天，我去注册了一家个人贸易公司，开始疯狂扫货，米面粮油全部批发堆积如山，各种口味的自热火锅、罐头、压缩饼干、桶装水，订单大到供货商都傻眼了，他们还以为我要开连锁超市呢。药品更是重中之重，从感冒药到抗生素，我几乎搬空了附近几个药店的库存。太阳能发电设备、柴油发电机、军用级净水器，还有防刺服、工兵铲、消防斧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我甚至雇了7、8个采购小队，化整为零，用不同的车悄悄运往我新住处的地下室。新租的安全屋，根据我前世的记忆，是少数的洪灾没那么严重的地方，那里地势极高，连那场连下3年的暴雨，最多淹到小区的3楼。而这次我租了6楼的复式公寓，我本以为卖房最快也要1周，没想到才3天，中介的电话就来了。不过他的语气却透着一股子古怪，他说想买我房子的竟然是前男友毛不凡。毛不凡这是以为我受了情伤，要卖房离开这伤心地，所以上赶着来捡这个大便宜。我直接告诉中介，卖条件只有一个，今天全款，1分不能少。下午他们果然来了，毛不凡那嘴角咧得快到耳根了，而柳如烟已经开始用女主人的姿态挑剔地打量我的家。柳如烟目光扫过我，阴阳怪气地开口：“哦，小叶姐，几天不见，天天吃泡面的人失恋了反而皮肤容光焕发了，偷偷去做了医美吧？”我淡淡一笑，大概是甩掉了垃圾，心情舒畅。柳如烟撇撇嘴转移话题，问我以后住哪，还故意点破我最近囤了很多预制菜，甚至还租了仓库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他们怎么会知道？结果毛不凡得意地说，我曾经给他用的银行卡绑的是他的手机号，我花的每1分钱他都了如指掌。失策了，但不影响什么，我将早就备好的卖房合同推过去。之前为了安全，我在家里各个角落装的隐蔽监控，还愁着搬家前怎么拆，他们要来接盘。这下好了，监控也不用拆了，等末日来了，我正好可以看看他们的幸福生活能有多幸福。他们以为占了天大的便宜，合同看都没看就签了字，当场把钱转了过来。看着手机里到账的7位数余额，我的装修钱有了。暴雨倒计时只剩1周，然而太阳却毒辣的反常。新搬进来的小区里，邻居们都在抱怨热得要命，可他们谁都不知道，这恰恰是末日降临的前兆。而我也完成了安全屋的最后改造，门窗全部换成银行金库级别的防爆合金门，走廊上装满了无死角的高清监控，据说充满1次电能用整整1年。就连阁楼的阳光房也被我改造成了无土栽培基地，种满了番茄和黄瓜，万事俱备，只等末日来临。暴雨第1天，天空猛地一沉，黑云压城，整个世界瞬间暗了下来。紧接着永不停歇的暴雨如约而至，电视里新闻有紧急预警，本市遭遇100年未遇特大暴雨，预计持续1到4小时。
我听到这里差点笑出声。1到4小时，太天真了。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场雨会下整整3年，直到把这座城市彻底变成水下之城。我看着外面的大雨在不停地下，听着雨声，这一觉睡的是前所未有的安稳。没想到第2天清晨，我竟是被手机持续的震动声给吵醒的。拿起来一看，是卖给毛不凡那个房子的业主群。卧槽，我家地下室全淹了，我的车啊，外面的水都淹到膝盖。怎么回事？自来水都变得浑浊了，这水根本没法喝了。屏幕上绝望的文字配着痛哭的表情包，一个接一个的刷屏。我只是摇了摇头，这才哪到哪，这场持续3年的末日暴雨才刚刚端上开胃小菜呢。暴雨末日第2天，窗外雨幕连天，仿佛要把整个世界吞没。我淡定地嗦着最后一口螺蛳粉，酸笋的鲜香在舌尖炸开，辣得我直吸气。前世临死前，我连口水都没喝上，这辈子每一口美食我都要尝个够。吃着粉，我随手点开平板，连接上那套老房子的监控系统。我的前男友毛不凡正和他的新欢柳如烟优雅地用着刀叉，桌上摆着昂贵的 M9 和牛。柳如烟嘴角一撇，真不懂那些人，下个雨而已，囤什么泡面饼干，跟蝗虫似的。毛不凡立刻点头，就是一场雨，最多3天就停了。我们有最好的食材，怕什么？我笑了，这对狗男女怕是忘了，电力才是现代文明的命脉。我倒要看看，当这些昂贵的食材变成腐肉时，他们还能不能优雅地切牛排。暴雨末日第5天，雨没停，电却停了，整个城市瞬间陷入死寂。然而我这边，风力发电机嗡的一声重新启动，屋内灯光瞬间亮起。我伸了个懒腰，决定给自己做顿好的。我走进楼下的大平层，那是我的私人超市，货架上码得整整齐齐，米面粮油零食饮料应有尽有。前世饥肠辘辘的日子让我明白一个道理，末日里吃的可比什么奢侈品都实用。我挑了2个红彤彤的西红柿，几个鸡蛋，热油下锅，滋啦一声，香气瞬间溢满整屋。我哼着小曲儿，把炒好的菜盖在热腾腾的米饭上，矿泉水瓶盖叮地弹开，声音清脆悦耳。城里的自来水早被污染了，和毒水没区别，可我储藏间里那100箱纯净水足够喝好几年。果然，停电才1天，那对精致的男女就疯了。冰箱里曾经引以为傲的和牛散发出阵阵酸臭，绿头苍蝇在上面开派对。毛不凡指着那堆腐烂的食物，声音嘶哑：“都是你说不用囤那些便宜货，现在呢？牛排坏了，几10块1瓶的矿泉水喝完了，你给我变出一口干净水来。”柳如烟反驳他：“你现在怪我，当初是谁说最爱我的精致？说前女友那些买量贩包装的都是不懂的生活。”毛不凡瞬间哑火，他声音突然低下去，带着悔意：“起码那些便宜货能填饱肚子，起码我前女友会把冰箱塞满，她在，至少不会让我们饿死。”这句话像根针，直接戳破了柳如烟最后的体面。她发出尖叫：“呵，现在想起他的好了，后悔了，那你去找他。”我放下筷子，擦了擦嘴。监控画面里，曾经光鲜亮丽的2个人互相撕咬，饥饿与干渴正把他们虚伪的感情撕得粉碎。然而这才刚刚开始。暴雨末日第7天，我用骨汤慢炖了一锅牛肉拉面，手工面条劲道爽滑，配上炖得软烂的酱牛肉和翠绿的青菜，最后握上一个完美的流心荷包蛋。这面条一入口，那叫一个香。可下饭剧里面，监控里那对精致的男女已经饿得眼窝深陷，他们居然在家里翻箱倒柜，竟然在卫生间角落摸出了一包落满灰尘的辣条。我记起来了，那是我有一次嘴馋，偷偷买回来藏着吃的。毛不凡最讨厌这种垃圾食品，没想到现在毛不凡扑上去，一把撕开包装就往嘴里塞，连包装袋里的红油都舔得干干净净。曾经嫌他低端，现在他舔得比什么都虔诚。我慢悠悠夹起一块炖得酥烂的牛肉，这出戏可真下饭。然而视频里毛不凡突然喊了一声：“小叶！”柳如烟猛地抬头，他声音发亮：“对，你那个囤货狂前女友，她那肯定有吃的。”之前的中介发过朋友圈，1天卖出去了2套房子，一个是我们这套，另一套是郊区高层，肯定是夜不黑搬过去了。而且他那抠搜劲儿，囤的物资肯定很多。2人对视一眼，贪婪显露无遗。现在才想起我，晚了，暴雨淹没了道路，他们根本过不来，除非有船。我本以为这只是他们的痴心妄想，谁知道第2天事情竟然有了转机。柳如烟消失了半天，再回来时头发凌乱，衣服皱巴巴的，她手里死死攥着几包压缩饼干和2瓶水。看来为了这点口粮，他没少努力。有了体力，2人立刻动手。毛不凡翻出塑料箱，用胶带缠成筏子。柳如烟更狠，抄起剪刀，他把那几个名牌包剪了，皮革当补丁堵住缝隙。曾经炫耀的奢侈品，现在成了逃命的破烂。折腾了大半天，一艘奇丑无比的筏子真的造好了。楼道里的积水已经淹到了3楼，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腥臭。他们小心翼翼地挤上筏子，船身猛地一沉，却奇迹般的没有翻。毛不凡拿着拖把当桨，他摇摇晃晃地滑进外面那片浑浊的汪洋。他们真的要来找我了。
暴雨末日第15天，我本以为他们起码要飘个10天半个月，结果黑影就这么出现了。当时我正在阳光房修剪番茄苗，突然看见楼下那片浑浊洪水里飘来个破筏子，上面趴着2个身影，毛不凡和柳如烟，浑身湿透。他们也看见了我，瞬间疯了。他们挥手，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声音：“小叶，小叶。”我笑了。前世推我下水时，他们可没这么热情。我转身回屋，慢悠悠烧水，拆了包老坛酸菜面。水刚滚，敲门声就响了，砰砰砰！我透过猫眼看到他们跪在门前，浑身湿透，散发着恶臭。小叶，我错了，其实我最爱的还是你，求你让我们进去，我当牛做马都行。我按下对讲键，端着热气腾腾的泡面来到门后，我故意将镜头对准碗里，金黄面条，2个煎蛋，厚切午餐肉，碧绿青菜。屏幕那头，2人瞬间僵住，毛不凡喉结疯狂滚动，柳如烟手指抓挠屏幕，他们眼中只剩渴望。想吃吗？他们俩疯狂点头，只剩下祈求。我夹起沾满汤汁的午餐肉，在镜头前晃了晃，然后当着他们的面一口一口慢慢吃掉，真鲜，真解气。我咂咂嘴，可惜啊，这是垃圾食品，配不上2位高贵身份。关掉屏幕时，门外传来他们不断的求饶：“饿着吧，这才半个月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”监控里，那对狗男女又开始吵架了。柳如烟尖着嗓子骂毛不凡，都怪他非要来找我，现在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。毛不凡压着火气回他还不是为了2个人的未来。不一会，他们开始上楼下楼，挨家挨户敲门了。小欧群里立刻弹出消息，提醒大家有陌生男女在乞讨，还说一些奇怪的话。能说什么？这栋楼我选了很久，地势高，住户少，最重要的是，我这扇银行金库级别的防盗门还做了特殊改装，就算他能找到帮手，又能怎样？但我没想到，末日中最可怕的是人心。第2天早上，一群脚步声在我门口停下，带头的是毛不凡，他的声音正义的像昨天求我要一口泡面的不是他。夜不黑，开门，外面的人都快饿死了，你囤了那么多食物，必须分给大家。我透过猫眼看着他煽风点火，他把我这里说成物资仓库，还编造我的黑历史，说我精神不正常，囤货只是为了发灾难财。原本只是看热闹的邻居，眼神瞬间变了。黑压压的人群，每张脸都写满饥饿和绝望。他们不是来求的，是来抢的。想知道我有什么？好啊，我满足你们。我打开双向摄像头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慢悠悠地喝了一口冰可乐。这一下，人群彻底炸了。3楼的王阿姨第一个尖叫，她在喝冰可乐，她家怎么还有电？我孙子打王者手机都没电，凭什么他一个人享受？嫉妒和饥饿烧光了他们最后的理智。我敲了敲门板，提醒毛不凡，我这里只有他以前最瞧不上的垃圾食品。我又问王阿姨，他末日前晒的上百斤腊肉呢？这才几天就吃完了。王阿姨立刻闭上了嘴。可是5楼的李大爷却颤抖着开了口，揭发我在绿化带磁装了风向发电机。这下他们总算找到了正当理由。毛不凡立刻抓住机会，义愤填膺地说我占用公共资源。人群被彻底点燃，开始用身体冲击我的门。柳如烟也加入了进来，声音凄厉地骂我，说我就是嫉妒她的美貌。我被这逻辑气笑了。柳大主播，当初是谁提倡我的方便面，说是穷酸垃圾，怎么现在连垃圾都要抢着吃了？柳如烟噎住了，谁知道下一秒她竟然嚎啕大哭，反过来指责我不能因为恨她就害死这么多无辜的邻居。王阿姨立刻配合，说不贪图我的食物，但发电机是公共的，总得让大家充电。冲击声更响了，有人甚至拿来了铁棍，开始敲我的门缝。我清了清嗓子，我的声音不大，却偏偏压过了所有噪音。别白费力气了，这扇门你们撞不开，就算撞开了，我在物资区装了联动装置，假设门被暴力破坏，那所有物资会瞬间被毁掉。我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想赌就继续。楼道里瞬间鸦雀无声，刚刚还让他们疯狂的门，此刻却成了地狱入口。人们开始下意识的后退。毛不凡的脸色铁青，他知道这种鱼死网破的事，我绝对干得出来。他声音干涩地问我：“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我轻笑：“我不想怎么样，只想安安静静待在我房子里，是我花钱买的东西。”结果他突然换了副嘴脸，语气卑微地向我认错。柳如烟更是心领神会，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污水里，说愿意给我当牛做马，做什么都行。这演技真是不错，可惜选错了观众。我一句话都没说，转身走向了离大门最近的窗户，随手翻出一个军用午餐肉罐头，当着门外所有人的面拧开窗户一条小缝。我冲着对面漆黑的楼高声喊话，问谁没物资了。对面一扇窗户里亮起了微弱的手机光，一个女人带着哭腔回应，说她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。我用尽全力把那个沉甸甸的罐头朝着那点光亮狠狠扔了过去，哐
哐当一声，对面稳稳接住，接着传来感激的哭喊声。然后我慢悠悠地走到门边，用行动告诉他们一个事实：我的食物就算放到过期，就算扔给不相干的人，也绝不会分给不懂得感恩的人。他们眼睁睁看着救命的食物从头顶飞过，落进了别人手里，这种希望瞬间破灭的感觉，比从一开始就绝望更让人崩溃。门外的咒骂和哭泣渐渐变成了死寂。毛不凡脸色灰败，拉起瘫软的柳如烟，踉跄着走了。剩下的人也像被抽走了魂，灰溜溜地散了。3年后，我卖掉了这间曾经的堡垒，中介领着客户，话术熟练。您看这楼，经历过当年那场大雨，都屹立不倒，质量绝对过硬，而且现在住户少了，特别清静。客户随口问是不是人都搬走了，中介脸上的笑意僵了一瞬，含糊道：天灾吗？算是吧。我站在一旁，没有戳穿他。当初我本可以给那些邻居食物，但他们选择了跟毛不凡一起，用掠夺者的姿态站在我的门口。后来他们当然还想过硬闯，可我这扇门是他们永远也打不开的死门。最终那些人就像那场淹没一切的暴雨，来得汹涌，消失的也悄无声息。而我只是个准备更充分的幸存者。搬家那天，师傅们踏进门的瞬间都愣住了，指着我满屋的物资，咂舌道：“您这是把超市搬回家了吧？”我只是笑笑，没解释。有些鸿沟是拿命填出来的，他们不会懂。这时，一个女孩走了过来，迎向我。是她，3年前在对面楼接住我那个罐头的女孩。这3年，我靠着一架无人机维系着这段唯一的联系，让她也活了下来。这次搬家也顺便和她告别。我曾以为灾难过去，生活就能回归正轨，可疯狂囤货的习惯却变本加厉，已经成了我的一种本能。大概只有经历过那种绝望的人才会明白，满满当当的货架才是这世上唯一的安全感。